人生幾乎是沒有意義的，那我就要把它玩得更好玩。活和死有什麼區別呢？那就是活着的未來是不確定的。如果未來已經什麼都確定了，對我來說，那人已經死了。今天我要對聊的是趙鼎新老師。趙鼎新其實是一個蠻傳奇的學者，下過鄉，做過工人，以小學的學歷考上了復旦的生物學系。38歲，他認為學蟲子救不了中國人，毅然決然地轉行到文科，在很短的時間裡面成為哪怕在美國都是一流的社會學家。2018年前後，他回國到浙江大學，他想傾力打造一個有國際水準的社會學系。2024年，這場雄心勃勃的系改革最終以他的離職收尾。我們這代人習以為常的奮鬥啊，對。那麼今天年輕人躺平的這個情緒還是比較強，你怎麼看呢？首先呢，躺平是對年輕人的侮辱。躺平這個詞目前在社会上用得很普遍，對年輕人往往帶着某種負面的評價。躺平的各式各樣原因非常複雜，裡面比較可怕的一種躺平，從人生開始，每一步都是家長、教師等等利益目標給他外在的配置的一個人生動力，而這動力從來沒有內部來過，因此在人生某一階段突然覺得沒有意義了，競爭太激烈，內捲了，所以他不舒服了。但實際上躺平內部有很複雜的生活方式，比如說有些年輕人尋找了一些非主流的職業，比如搞公益活動、搞文創、搞民宿，開始跳街舞，他們自己community自己玩自己的。這些新興現象是青年人追求自己的新的一代特有的生活方式。趙鼎新的青年時代同樣是在奮力尋找自己的新出路。他16歲進寧夏工廠當工人8年，直到1977年高考恢復，他通過自學考入復旦大學。大多數人在寧夏都做家具，幹什麼都想着你在那個地方這一輩子。那我當時看準了中國有大變，我中學都沒讀過，我要準備，而這個準備當時大家都認為可笑。我一元一次方程整整學了半年，我從小成績很一般，原因倒不是我笨，更大可能是我不送規矩。比如說描红本，人家是1半以上甚至全部是紅的，我这一两圈，老师气得扔过來讓我再出4分錢買一本，重新來一遍。還是喜歡這樣子，我要玩，我要看書。這個獨特在小孩是導致你是個 outlier。微積分也是為了讀馬克思數學手稿，看到裡面這正蝌蚪有什麼東西，我就自己讀起來了。不但享受了讀書的樂趣，完全打開了我的視野。您等於是38歲，是一個從理科昆蟲博士轉到這個社會學，因為這個跨度很大嘛。當時怎麼想的？我在轉型的時候，考慮的全是興趣。我一定要轉成文科，因為自己帶了某種特殊的目的。當時簡單講就是救國家、救人民，為這個國家做件事情。獲得了社會學博士後不久，我去了芝加哥大學任教。這之後，我在美國出了第一本書，也拿到了長聘。就這樣，我就成了美國社會政治運動研究領域的一個學術守門人了。對我當時來說，我感到中國人到西方做社會科學，往往會跟着幾個最優秀的西方學者，試圖解讀和發展他們的理論，但自己卻沒有雄心創造一套能讓西方人接受的理論。對這一來，我就很沮喪，覺得中國人難道就超越不了這些西方一流學者了嗎？所以呢，我就目標就是给 Michael Matt Tilly， 像 Brodel， 我就說我要寫個文章和他們一個 level。那個時候大概多大，能有這樣的學術抱負？02年左右開始研究，那就50歲了，前後用了近15年。我就知道在學問層面我就沒有 limit， 但是呢，我就想了，我在美國還有多少的潛力？我發現唯一的潛力就拿個院士了，你工資大概能漲到多少，退休大概有多少錢都能看出来。因為它不变了。我當時也不感興趣了。我從小年輕時感到人生就這樣子，你活的核心是未來的不確定，這是活和死的最大區別。未來確定了，你已經死了。這一來呢，我就想着再闖一把。我當時回國，什麼東西在中國最不容易辦成？想來想去就覺得在中國辦個好戲，概率比0還小。但這一來我就挑戰。但是我回國還有好多原因，比如我真是很愛這個國家，也覺得中國沒有話語體系太糟糕了。像你這樣從浙大，因為你
取得那麼高的學術成就，然後回國，然後希望這邊開創這個社會學，有受什麼人的啟發嗎？就是復旦大學我們7級屆的我同班同學啊，他從安徽很窮的地方出来，各方面都非常優秀。后来我才知道，他所在的那個地方在民國是有個去美國留學的人，他回國辦學，先辦小學，再辦中學，一個人數理化什麼都教，培養了許許多多優秀學生。他的故事對我一直影響很深，我回國可以說也受這類故事的激勵，那就是播種，不求自己收穫。2021年，趙鼎新出任浙大社會學系主任。他希望不再用國家課題、各種帽子名號作為學者的首要衡量標準，轉而關注論文和研究質量。但在多方壓力之下，這場系改革最終以他的離職收場。我回來之後可以說是花了巨大的努力，也得到了各方的支持，但是遇到的困難可以說是大的難以想象。不過我可以說我盡了最大的努力了。你現在還是高研院院長嘛，对吧？還是可以做嘛。高研院它不招本科生和研究生，因此和社會學系不一樣。我的思路就是以小博大。高研院雖小，但我希望它能有助於學術共同體的形成。社會學系雖小，但我希望它能在中國起到一定引領作用。比如在社會學系獲取常聘教職前，我們的青年教師不需要申請國內包括長江學者在內的各種頭衔，不需要申請國家課題，就這些我支持鼓勵。对，但是不是我们的考核指標。我們的考核指標其一就是在西方頂尖的期刊和大學出版社有所發表，其二就是這些發表在本體論、認識論層面要有中國問題意識和視角。這個視角在西方主流獲得一席之地，也就是中國開始有軟實力話語權。這樣子的人如果訓練10來個留在中國，那就是中國一個學派了。倒是你跟其實社會各界啊，包括企業界聯繫也還蠻密切的，我發現。對，就是要為浙大捐款嘛。我是比較內向的，不善於交際的。對。但為了募款，我不得不努力改變自己。找一個老闆要錢，吃飯吃了一天，人家明明知道我募款要，走了之後沒說出口來，後來能說出口，這個整個過程轉折非常之大。這件事情既然是很難成功，我要用盡我全部的人生精力保證它成功。浙大社會學系還是有非常大的這個。那當然，我個人來說，把它化作自己全力以赴的，連我汗毛都被綁住的情況下，這個反作用力就格外強。我以為原來我的學術已經到了瓶頸了，我這2年都一下子渾身幹勁，拼命寫東西了。對。特別是我最近發表的那篇關於自然性的文章，我個人認為是我迄今寫的最好的一篇文章。所以我是覺得人生意義就在這裡，全力以赴了之後，我得到的教育是把我的人生個性、看問題的方式、自己的情操全部拉幾個檔次。那國內現在比如的確看上去捲得很厲害，但實際上捲是因為大家都擠一塊去了，讓他找新賽道，他們不會，肌肉和潛意識可能都被固定住了。這種教育體制，實際應該服從起來，對創造力思維的發展是非常有害的。那我們就是面對比如普通的一個青年，有些東西在你身上很容易實現，在他就做不到，這怎麼辦呢？我怎麼知道我容易實現？我哪一步也不知道我的做法會回過頭來看，原來是成功的路子。因為同樣像我那麼走，好多人也失敗了。就我是真是就活個過程呀，我並不是在乎我成功不成功，就是真誠的活着，對吧？這個你看我這個辦系就沒有像我想的那麼成功，但我真的感謝那幫人折騰我，我獲得一大堆反思，我這幾年理論能力大規模提高，對中國了解大規模提高。回頭看我這幾年依然可以說是非常成功，但這成功卻來自對自己過去挫折的升華性理解。所以不要過於在乎目標是否實現，過程和對自己人生過程的理解其實更為重要。再說年輕人已經在家長和教育體制所規定的人生賽道上捲得如此疲憊，還有什麼可以失去的呢？從青年時候開始，我的人生目標就來自內在動力。我每天努力的要死，我現在每天工作站10幾個小時，我從來沒認為我是捲過，我自己喜歡嘛。你像我們年輕的時候也拼，那整個社會是向上的。你看我是92年本科畢業，我是當大學老師嘛，150塊。那你到99年
那幾乎就翻了幾十倍了嘛。那今天的年輕人是完全沒有我們這一代人的這個紅利的，對，他可能一不小心還要降工資，對，還有被這個辭退的風險現在越來越高。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講，除了一點生活的小確幸，那真的是沒有。小確幸也不等於失去了個體性。有人追求茶藝，有人喜歡街舞，那你在裡面主賽道一卷也不行了，你也得自己有自己的藝術特殊性。那這個還是一種精英主義的思維。像我們这老一代，我外婆培養這個我們的行行出狀元，導致了從小如果說我有一個好習慣，我一旦感興趣的做，我就盡量在認真做好。就算行行出狀元，那狀元永遠是少數。不能做好的意思，並不是大家能理解成行行自有第一名。還有，我們不能只認可全國甚至國際上的出類拔萃，而不認可各種小範圍的嶄露頭角。社會越健康，社會中生活方式越多元，各式各樣能產生狀元的賽道和層次就會越多。而且呢，好的行業不需要第一名的，對吧？我做好了，或者我這個過程我享受。所以我是覺得，國內大量通過不同的方式來誤導年輕人。那國家是一設主賽道的，那麼絕大多數老師和這個家長就推主賽道。對，比如現在主賽道当然是國有企業考公務員啊什麼的。主賽道一旦過強，別的賽道就會萎縮。不適合主賽道工作性質的人勢必會感到疲憊不堪，有的甚至出現了各種心理問題。趙老師，你很早就覺得人生是沒有意義的。那你這個一生，你又是很勇猛精進的，你可以說是一個積極的虛無主義者嗎？這點是年輕人最難學。那時候艱苦環境，就是我特別在工廠出了2次工傷，有一次就是鐵水差點澆在我身上，還有一次就是比這個桌子那麼大的一個鐵箱就砸在我這地方，結果那麼大包褲子都脫不下來。對，我原來就想沒有意義，我把自己當人家夢不就完了？這個疼怎麼這是真的？這個夢很痛苦，所以還蠻長的，所以我必須要改變自己境遇才行的。我生在中國的這個大時代，也走到了社會的底層，並且什麼都不由自己控制。在這種情況下，我還有什麼好怕的？反正不是真的，我賭一場，對不對？把人做得轟轟烈烈，活得開心是最重要的。第二呢，就是我覺得我人生幫助人家，我也蠻開心的。包括我在浙大。這些年輕老師來重新看他們文章，教他們一頁一頁就是完全改動，都讓他們看英文應該怎麼表達，就是我會享受到這種快感，就是我幫人了，真的啊，對，這快樂是真的。對，實際上你的虛無主義讓你比較的超越。雖然人生是虛的，那到飯也吃不飽了，要飯沒房子的時候，那肯定是真的，對不對？就像那個契訶夫在那個小說《第6病房》裡面，就醫生是占虛無主義跟那種超越主義的，那個病人就說。你這麼說是因為你的手沒有壓在門縫裡面，壓在門縫裡你一定會叫的，這個就是真的嘛？對，所以我覺得就是現實層面，盡量通過做一點我認為的好事，來把人生的意義充實起來，我也蠻開心的。